它是 V 作战的火力支援，是1年战争的红色炮手。只要看到它跪下，轰的一声，打到你開花。哟，大家好，我是 CM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这里是极色系列。对，我又跳了，本来说好是阿普萨拉斯的，因为我2台机一起写，结果发现我太看得起自己了，到现在还没写完，所以阿普萨拉斯我们先压后。本期我们换一台。好，老样子，咱不扯作品，不说作者，也不管发售年代，不啰嗦，单机的介绍。先看个片头，我们立马开始。说起本机，那就要把时间往前调。想当年，早在1年战争之前，其实联邦已经知道了吉翁在闷头搞 MS。作为咱联邦，能让你这群宇宙移民在头上蹦迪吗？当然不能，所以联邦也要做。虽然不知道吉翁是什么样的 MS， 但我们联邦麻瓜们摸摸脑袋也知道，肯定没有坦克强。所以联邦做了 RTX44 这类机体出来，打算到时吓吉翁军一跳，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王者。结果到了1年战争初期，看到一台台人形扎古，才发现原来 MS 是这玩意。看着自己一台台坦克都是什么鬼？为了反击怎么办呢？先不管什么技术，赶紧开发那种可以运用的 MS 计划，也就是 V 作战。在 V 作战正式开始后，通过 RX 系列开发的机体统合为联邦独有的 MS 战术思想，是不是一听瞬间高大上？其实说人话就是，咱们打群架的，大家都是法师，很容易被团灭。一个团队，战士、法师、奶妈配合起来，这才是刷副本的王道。所以 MS 也一样，不同的 MS 相互的支持，相互的联合的作战方式，才能让部队有足够的弹性。所以啊 ，RX75 钢坦克绝对是 MS， 我们联邦故意设计成这样的，被吹咩？当然，除了 RX75， 我们 RX 系列还有一环，对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RX77-2 钢加农。是的，跟 RX75、RX78 一样，都是联邦军摸索和构建 MS 战术的雏形。而钢加农主要负责的是中距离为目的，当初一共做了6台，不过刚做出来，结果就被吉翁军发现，那群金人不讲武德，说好只是来看一眼，结果有位下士想立功，直接对着钢加农就是一炮，轰的一声，钢加农带着一脸懵逼的表情倒下了。连他们的队长都拦不住，最后炸了2台，剩下的被白色木马拖走了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这台钢加农就这样跟着一堆平民组织的白色木马投入了实战中。好，顺着这场九死一生的战役，我们来看看它是如何被运用的。说到运用，那就要看看它的长相了。我要是说它不是炮兵型 MS， 估计连鬼都不会信。所以它的长相直接已经标明了它的定位，就是大炮攻击。这种机体完全就是支援其他机体的属性，但这里大家可能有一个疑问，一说到支援大炮，前几期我们说的钢坦克不是已经有了吗？按这么说的话 ，RX75 和 RX77 完全就是功能重叠啊！果然 RX75 就是联邦死要脸塞进来的。不，这里就冤枉联邦了。其实真的不同，武器上感觉差不多，但也要看看攻击范围。2台机的武器射程距离其实完全不同。RX77 钢加农是提供 MS 战斗的中距离火力支援，说人话就是一个中属性机体，就是没有 RX78 的机动性，又没有 RX75 的远距离。但正因为这样，它前后都能支援，向前可以跑去给 RX78 搭把手。在动画中，阿姆罗在正面战场打架时，他就鬼鬼祟祟地跑到敌人后面，一个走你就把敌人推下悬崖，连阿姆罗都给他点了个赞。另外，论装甲的厚度 ，RX78 都得喊他一声大哥。同样是月神钛合金，钢加农的装甲比 RX78 还要厚，强度也更大，就是跑得慢。而向后，当距离适合的情况下，可以跟 RX75 站一起开炮。反观 RX75 钢坦克，虽然超远距离炮击，但是你要是让它冲前锋试一下，敌人一个反手就能把它整台机给拍墙上。好，面对这么一台机体，大家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拆开来看一下？接下来我们看看它的结构和设计。高为 17.5 米，重为 50.5 吨，
出力为1389千瓦，推力为51800 kg。我们现在从上往下看，先看头部，经典的吉姆头。从设计上，虽然说它不是拟人的，但这要看跟谁比。要是跟高达比，那确实不太拟人，但是要是跟钢坦克比，我觉得还行。起码钢加农就像隔壁家戴着太阳眼镜的小胖子。这块太阳眼镜其实是遮阳板，在板的里面是主摄像，它是单传感器，比起高达的双传感器，钢加农的这个生产工序会更加的简化。对，这是优点。因为是炮战规格，所以比高达的要稍微的复杂点，有效范围也比高达的广。在头部的里面还有炮类管子的处理系统，方便管理。在后脑勺这一个位置是2根棍状的天线，额头两侧这一个位置是60mm 火神炮，跟 ARC-78 一样，主要是近战的牵制。接下来往下看身躯，在身躯的上半部分，2个肩膀因为扛着2台加农炮，所以内部的空间基本都被加农炮的供弹系统给占了。这也导致可动的结构相对是比较简单的，但慢一点其实问题也不大，毕竟装甲厚啊。这套装甲是月神钛合金的叠层装甲，比起吉翁军的 MS 强度是他们的5到6倍，这硬度也就是在游戏里才会被写脆的，而在动画中首次出场就被吉翁军连射。看起来好像被打得四处开花，其实完全就是濕碎。吉翁军一顿输出后，咱们钢加农全身连一道划痕都没有，而且身体还非常的lap冷，也就是驾驶员自己甩着鼻涕哭爹喊娘。不过虽然说它硬，但是缺点还是有的，连接位置和核心战机部分是最薄弱的，容易被打爆。说到核心战机，那我们就继续看看身躯下半部分，就是肚子的位置。对，又是核心区块系统，因为都是 X 系列的 MS， 所以都是通用的规格，也同样是搭载了 ICM 系统，就是那个学习型系统，可以分离，直接变成核心战机，一旦有什么危险，直接可以开着飞机逃跑。不过在动画中几乎没有用它逃生过，也没有那种在空中合体的情况，一般直接在白色木马里面装好就直接冲出去打架了。关于这个核心区块系统和核心战机，等 ARC-78 解析时我再详细的说一下。现在这一块我们直接过，直接把视角往后面看。我们那可爱的小书包，这是2个圆筒状的组合背包，跟 ARC-75 不同， ARC-75 就是用来排烟的，而我们的钢加农可就鬼马了，烟要不要排？当然要排啊，看图的这个位置就已经足够排烟了。而推动力重不重要呢？那当然也重要啊，在排烟口下面的位置就是喷射口，先不管推力大不大，反正要有。而且不比扎古2差，在动画中就有过这么一场，当时跟吉翁军互殴时，钢加农一喷，连敌人都惊讶，这玩意竟然有这一速度。好，顺着这个小背包往2边看，手臂刚刚也说了，因为上半身都是被供弹系统给占了大部分，所以上半身供给手臂活动的结构比较少，所有的可动结构基本都在肩膀上，所以反应速度是比不上高达的。但这也不碍事，毕竟钢加农的目的不在冲锋，只要有输出就可以。说起输出，这里特别想说一个特殊的输出，对，就是它的手掌。这一个机械手掌的结构其实跟 ARC-78 是大致相同的，但是它比较厚，而且反应力没有 ARC-78 快，但扭力强。钢加农一拳就可以直接把 MS 给操翻，还能直接单手拖着 MS， 就凭着这一点就已经足够他吹一辈子牛逼了。而灵活方面，它可以在不损坏行李箱的情况下把行李箱举起来，这种这么纤细的动作，钢加农干得妥妥的。好，最后一个腿部。说到腿，一眼看过去就2个刺，真的很粗。由于装甲厚，所以格外的粗。当然，这么粗的腿，机动性基本就不会好到哪去了。不过也无所谓，对于射击为主的 MS， 要这么高的机动性干嘛？稳定性才是射击的基础。虽然腿重，但是真的跑起来也不差。在脚掌底下有2个喷嘴，2腿一共有4个，这跟喷射背包是一起用的，承担这整台 MS 的全部推力。好，看完这些结构配置，接下来我们看看驾驶员部分。
凯西丁，我们直接喊他凯就好。出生于 UC0061 年，他本身就是一个宇宙移民，在1年战争爆发后，就全家搬到了殖民星。结果还没安心过上好日子，吉翁就跑过来放烟花了，搞得凯只能跟着难民一起跑去白色木马那里避难。那个时候的他，个性是既幼稚又不成熟。在动画中，雪拉就被他惹毛过，直接一爪子拍过去。当时雪拉对他的评价就是，像你这种屌毛，留块叉烧都比你有用。当然，雪拉这种话虽然有点露骨，但是也侧面的说明了凯就是这种只想逃避不想负责任的人。毕竟每次面对问题事件时，他都是那种关我鬼事，既不想管也不想被组织的规范约束。连布莱特都被气得差点把他炖了，说如果你要是再这样，直接把你丢宇宙去。阿姆罗被他怼得正要上前去揍他，他一句我就这怂逼，你要跟怂逼计较，那你也是怂逼，气得阿姆罗话都说不出来了。不过虽然他很说惯，但是这个缺点又夹了一点点的优点。正所谓行行出状元，要吞炮也要懂得狡辩，要有口舌之快，想到什么立马就怼过去。而凯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他的凡事消极，怼上司怼路人完全就是真心的，所以这倒成了他比任何人都要真诚，对，真诚的怼你，比起那些笑嘻嘻靠上来然后跟你打成一片捅你一刀的要好很多。并且在1年战争中，大家都是为了战争而难受，几乎所有人都压制了自己的本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凯倒成了一股清流。虽然他嘴臭，没错，看着就想操他，但其实想想也知道，大家这么想揍他，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被他怼中了要害。他的讽刺中经常能一语命中，揭露了很多事物的核心本质。在动画中，白色木马的3个小屁孩要逃离收容所，凯只是瞄了一眼就知道他们3个小孩不想离开白色木马，这也证明了他确实具备了敏锐的观察力。单凭他这种观察力，作为炮手已经很适合了。加上他的父亲因为是技工，所以他很早就已经考了大型特种车的驾照，在白色木马中算是对驾驶有经验的人。结果不管他愿不愿意，都得驾驶钢加农。他相当掉进了一个想逃也逃不掉的重大责任中。虽然逃不了，那只能接受了，但也只愿意负责火力支援。毕竟那个时候的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为毛要战斗，他自己也没有打这场仗的理由，所以几乎跟团队格格不入。在这种气氛下，最终也逼得凯下定决心离开了白色木马。就在此时，他碰到了一个少女，一个为了养活弟弟妹妹而不得不做吉翁间谍。而凯此时此刻才明白了战争的悲催一面。他反省着自己曾经那么傻逼的想法，自己随波逐流、独善其身的自私个性，甚至怪自己没有为舰上的伙伴们尽过力。最后，凯也下定决心重新回到了白色木马。在接下来的事件中，间谍少女最后也卷入了战事，不幸身亡。这个事件也给了凯一个重大的打击，他让凯找到了战斗的意义。他也不会再感到悲伤，为了不让更多的孩子跟他一样悲惨，他要打倒吉翁，要彻底的打倒。这就是凯的意志，直到1年战争结束为止，凯都担任着 MS 驾驶员，不管多少场战斗，他都认真负责。他也不再是当年的那一个少年，而是一名成熟可靠的猛人。好，顺着他的经历和战斗，我们一起看看钢加农的武装。在介绍主武器之前，我想说说近战。按设定来说，他是中距离炮手，按理说不应该适合近战，也没有光束军刀。但他有没有格斗能力呢？我感觉是有的。首先，他有火神炮，就在额头两侧60mm 火神炮，这个本身就是对空和近战防御牵制作用，它的存在也必定有存在的意义。而近身格斗方面，在动画中，阿姆罗就驾驶过钢加农，近战揍过扎古。从他走过来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已经成了红色恶魔了。只见他直接对着扎古一拳就殴了过去，然后还不忘踢一脚，最后拖着扎古往前走的那一段真的是高光时刻了。虽然阿姆罗本身是个变态，但也体现出钢加农近战其实也不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他的常规武器。先说个不起眼的手榴弹，收纳在腿部，这个在1979年版本中是没有使用过的，在剧场版中有使用。在最后决战时，看到门口一堆杂兵，我们的钢加农直接掏出手榴弹，直接对着门口一丢过去。
顿时里面炸出了鸭叫声。而副武器是光束步枪，本机的光束步枪是专属武器，使用的是 L 型，跟 ARK78 的 N 型不同。L 型的体积更大，而且连射什么的就不用想了，但破坏力很强，而且精准度和射程也比 ARK78 的那把更好，射程可以达到30千米左右。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 ARK78 那把跟这一把是同射程，这里就不过多的讨论了。在这个位置是一个可动式瞄准镜，放下来可以狙击，精准度会更高。在使用时会双手操作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保证精准射击，提高命中。毕竟人家也没有盾，空出个手来，既能保证命中，又能维持机体射击时的平衡，不像 ARK78 那样一手拿枪一手拿盾在那里摆 pose。 话说当初本机其实并没有想过配置光束类武器，毕竟当时的发动机也不太给力，但在使用前去了一趟月神2号，搞了一个热核反应炉改造，所以才用上了光束步枪。接下来看看它的主武器，也就是钢加农的重武器，就是肩上扛着的 240mm 低后坐力加农炮，这也是钢加农的象征了，为本机开发目的所使用的武器。单看口径是挺震撼的，这个口径可以说是当年其他 MS 中威力最强的固定武器了，而且还能连射，连射速度还可以媲美扎古的机枪。当然我只是说连射的射速，没有说它真的可以当机枪来用，毕竟2门炮总共才40发子弹，动画中凯就是拿它当机枪用，突突突一顿射，一下子就没子弹了。这里可能有人会有疑问，有光束类武器搞这个实弹武器干什么？这个我记得前几期视频有提过，之所以把实弹武器当主武，一来是因为光束武器比较耗发电机，出力比较大，而且在地球这种大气环境下，光束类武器威力也会随着距离而削弱，这就带出了一个问题了，它的有效射程会短很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实弹武器就比较靠谱了。当然，毕竟实弹武器重，所以需要供弹系统和冷却系统。而钢加农的重量除了装甲厚以外，还得感谢一下这2根炮。另外，虽然名字叫做低后坐力加农炮，没错，站着也能射，甚至蹦起来也能开一炮，但低后坐力不等于没后坐力。所以在动画中，我们会经常看到钢加农直接给敌人跪下，双手撑地，不知道的以为他在缩杀，但人家那是为了提升精准度，还能稳定机身，而且这样趴着，敌人射他也很困难，这是一举多得，真的是非常的鬼马。好，最后我们再看一个他原本有但又没有用过的武器，就是原本的肩部可选武器12连装火箭夹仓，其实就是喷射飞弹连发器。在米诺夫这种打架必用的环境下，命中率这个元素其实是很不稳定的，与其我射不中，不如我瞎射。这个时候这类弹幕展开的方式就真的可以闭眼瞎拳打死老师傅。不过在吉翁偷袭战时就已经被炸了，当初白色木马回收时也只看到了加农炮，并没有看到这把武器，所以在实战中也没有怎么使用过。好，本期的机设就讲到这。说真的，随机不按顺序来确实挺新鲜的，不过因为没有按顺序，文案写起来总会有思维反应不过来，所以下期还是按顺序来吧。我们继续在 UC0079 那里挑一台机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支持一下，想看更多同类视频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见吧。